大家好，我们是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如果您在我们分享讯息中有所收获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支持鼓励慢好频道，期待慢好频道人在股海实战中，跟大家一起获利共好。如果您是第一次到访我们频道的新朋友，希望您可以将整部影片看完，才能帮助您完整的了解美债实战系列的逻辑。如果您是频道的老朋友，这集可以看到美债部位的现况更新，再善用影片的时间轴功能，重点观看你有兴趣的段落。这集是美债 ETF 实战第10集，制作时间是2024年12月28日。10月美债回荡超过100万，11月底时才刚回血近70万，12月下旬再度暴跌一次100万，近期美债仍在续跌中。这集分享我打算怎么应对，希望我们分享的应对方法能对你有所启发。面对股市波动的应对方法有很多，请采用自己不会紧张甚至焦虑的方法，就是适合你的方法。先来分享我近期会怎么操作美债的大方向。美债原型我不会变动，不过美债正二，我预计等机会减码降杠杆。因为永丰证券在今年7月的时候，美债正二质押利率还在 2.5%， 因此我加码美债的资金有188万是用美债正二质押而来。永丰证券很没道义，12月到期续约通知，续约质押利率要从 2.5% 上升到 6%， 因此我美债正二预计解永丰的质押，将美债正二的质押转移到元大证金。元大证金美债正二质押利率目前是 3.92%， 我打算用时间来换取空间。我先承认对美债正二的误判，不过我不会在现主时把美债正二砍在阿呆股，但我也不再建议美债正二的选项，鼓励用美债原型加上质押，一样可以达到美债正二的效果，又可以稳稳领息，比较有耐心跟等股灾的底气。我换到元大证金后，用时间来争取耐心等反弹的空间。虽然质押利率 3.92% 听起来很高，但是也不过比一般质押多上 1%。 如果我在这边计较1年多 1% 的利息，把美债正二砍在阿呆股，岂不是因小失大？所以计划将美债正二的质押部位转换到元正，争取多1年时间，可以耐心等待反弹。待下波美债正二反弹时，我会将一半部位美债正二换到原型美债货头等债，去美债正二的杠杆。这边要帮我们债蛙一起打气，我们慢好频道陪伴各位，一起走过美债的低谷。投资债券应该用年的尺寸来看绩效，才比较合适。今年从9月18号开始降息，至少等到2025年的9月底，再来检视美债的位阶，才比较合适。现在市场一片看好明年的经济，但倘若市场不小心迎来黑天鹅，有布局美债的，就有不错的机会，可以把美债部位作为加码的现金。在股市低档的时候，转换布局到股票市场中，不怕意外的黑天鹅，才是布局美债部位最大的功能。目前好像布局美债就是输家料得到的波动，就算不上黑天鹅，就是我们都看不准的波动，才是黑天鹅。我们12月5号的美债最新情况，刚从11月14日的负25万元回血77万多，损益回到正52万元，才2周的时间，又再暴跌超过100万，这是上冲下洗的超级厉害。幸好我们走的是股债平衡的布局，美债的100万跌幅，我们靠股票部位有补回来一些，整体部位绩效不至于太难看。如今美国都看好明年的经济，市场普遍认为不需再降息救经济，因此今年虽然降了4码，但是美债完全不受市场青睐，市场全都去买股票了。我的150万元，它自由了。话说回来，我们之前分享，美债部位就是遇到股灾来临时最重要的现金储备来源。这波景气复苏已经走了2年，从2022年10月涨到现在，即将进入3牛1熊的第3年。接下来的1到2年内，我们就需要迎接下一波库存循环的回调。一旦遇到库存循环的回调，大盘如果下跌超过30%，这时候一定要逢低加码，三角形买法，跌越多越买多，买越多赚越多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只要大盘回荡超过30%，这时候跟住国安基金进场。通常事后回头来看，市场回归到正常时，在股灾布局的部位，应该都能有至少翻1倍的绩效表现。把握每一次股灾来临，财富重新分配的好机会。投资是一个很长的历程，即使您达到财务自由后，相信也不会就此停下脚步。短期的波动并不是重点，只要有在投资的版友都可以细品。股市3大敌人：贪、怕、没耐心。长期投资一定经常在跟这3大敌人对抗，只要能在克服贪、怕、没耐心这点上越做越好，长期待在市场就有机会在市场持续获利。接着谈谈本大利小利不小，部位越大，获利才越多。100万的部位待在市场，跟1000万的部位待在市场，甚至是1亿的部位待在市场，心理压力绝对会是不同等级的。我们走长期投资路线，一旦选择长期投资，资产配置就非常重要了。做好资产配置，
可以安心放千万部位在市场，每天也都睡好觉。投资报酬率要求不用太高，每年能在市场中稳稳取得6到 12% 合理报酬，生活其实就很好过了。务实的目标，达成率才高。为什么我们叫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？因为我们不贪，我不期待能一夜致富，慢慢变富就可以了。由于我90%买美债的钱都是从质押与信贷而来，因此这集我们也跟版友分享一下，究竟质押好还是信贷比较好？信贷跟股票质押是最常被拿出来讨论两个借贷工具。至于哪个工具比较好，会一个人财务状况有所不同。透过我们分享的重点，帮助您判断哪种工具比较适合您。就请版友慢慢看下去。我们先了解一下信贷跟股票质押这两种方式的介绍，再来了解运用上会什么不同。信用贷款，顾名思义，信贷就是用您个人的信用来做担保，信用就是您的抵押品，不需要股票或是房地产等实体抵押。由于是光靠信用就要借钱，能贷款的额度就很大程度取决于您的职业以及收入的高低。您的工作越稳定，能够信贷的条件就越好。比如您是军公教人员，条件都会非常好。像土银、兆丰等银行都有专门为公务人员开立的信贷专案，利率也都会是信贷的楼地板。比如现主时，军公教人员都还有办法申请到 2.1% 的信贷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我今年4月在 Line Bank 申请100万信贷，当时是核准200万额度，利率是 2.23%， 开办费是888元，但信贷的现金流压力比较大，所以当时只想借100万。10月的时候美债杀下来，想要再使用资金加码布局，但是 Line Bank 利率提高到 2.6%， 所以另外100万我就改申请环蓝的信贷，利率一样是 2.23%， 只是开办费变成3300元。不过开办费这种费用算是小费用，7年的信贷期间不需要太计较开办费。信贷是，当你的薪水收入越高，能贷款的额度就越高。信贷的额度上限有一个标准的公式，通常是月收入的22倍。假设您的月收入是10万元，那您的信贷上限通常就是220万元，但这只是预估，可能更高，也可能更低。比如，如果您是医生，医生的信贷额度会比一般人高很多。以上是信贷的重点说明。股票质押，顾名思义就是拿股票作为担保品来借钱，至于能借多少额度，取决于您抵押股票的市值，抵押市值越高，能借到的额度就越高。质押的利率跟额度取决于您抵押的股票，例如台积电、中华电、50成分股这些知名的股票与 ETF， 比较容易取得最优惠的质押利率。以我元大证金为例，目前台积电及50成分股暂时还是以 2.72% 质押利率在借贷中。不过这周刚接到调升利率的通知，从25年1月1号开始，质押利率会调升到 2.88%。如果是杠杆型的股票，比如50正2这种杆型的 ETF， 通常质押的利率就会比较高。现在永丰证利率调升到 6%， 元大证金还相对好一些，目前是 3.92%。目前股票质押的上限是 60%， 也就是100万市值的股票，可以质押借出60万，大约是开 1.6 倍的杠杆。不过，这还不是质押的杠杆上限，您质押出来的钱，可以再买进股票，然后再质押。没用过的人，或许不一定能马上理解。上回有人问我，为什么能质押出这么多钱？我们用简单的范例来说明。假如你有1000万的台积电，第一层质押 60%， 可以借出600万。第二层质押，您可以拿600万再去买台积电，再质押 60%， 再借出360万，然后再拿360万去买台积电，再质押 60%， 借出216万，以此类推的质押下去。如果您质押了10成，总计可以用本金1000，借出1491万，接近 2.5 倍杠杆。你用本金1000万，借到近1500万。不过我们在影片中不断的提醒，质押必须得注意维持率。倘若用台积电质押，股灾来临时，台积电下跌 54%， 所以质押最好别开到 2.5 倍的极限，这并非正确的杠杆思维。建议您看我们11月15日的影片，全持股布局分享 EP7， 债务检视自己影片，检视自己的债务状况，把流动比率跟负债比率套用到自己身上，评估合理的举债水位。讲完信贷跟质押，接下来可以进入重点了。先讲结论，本少用信贷，本多用质押。本金自认为还不够大时，可透过信贷来借未来的钱来用。曼大在1000订阅特别篇分享过，大人哥谈过的复利拐点。年轻时，人力资本高，金融资本低，都是靠薪水来累积资本。年长时，人力资本低，金融资本高，一旦经过复利拐点，
就可以主要靠金融资本来赚钱。多数人随着年龄增加，会在两种资本之间做转换，也就是把收入拿来买股票或房地产。本金小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，没有多少金融资本，这时最适合你的就是信贷，因为你一开始并没有股票可以让你质押，你的金融资本很少。信贷可以让你快速增加本金，将未来的收入提早转换为此刻的金融资本。当别人还在慢慢存钱累积资产的时候，你已经先向未来的自己求助，提早拿到钱，早一步做出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转换。假如您信贷100万，当别人还在每个月定期定额1万，你已经预先投入100万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优势，因为每个月投入1万要将近8年，才有办法累积到100万。信贷可以直接帮助冲到别人6年后才能到达的地方了。天下武功，无坚不摧，唯快不破。投资也是，很多投资建议都会说尽早投资，而这些人忽略了，信贷才是可以帮助你做到尽早投资的最佳利器。只要每个月有能力固定还款，就没有断头的问题。对于金融资本在100万以下的人来说，信贷是可以轻松拉高资产的最好方法。本金越小，信贷的效益就越高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有500万的本金，对本金大的人来说，是反过来的。当你的金融资本越高，信贷的效益就越低。假设您的资产只有50万，现在去信贷100万，马上就能将整体资产拉高到150万。对多数人来说，要信贷到100万不是难事。但是，当你的资产已经来到1000万，你再去信贷100万，也只能将整体资产拉高为1100万，好像塞不了牙缝。对多数人收入而言，500万的信贷大概就是极限了。假如不是医师或台积电工程师，一般收入人信贷的上限大约落在100到200万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对于金融资产突破1000万的人来说，用信贷的效益并不高。即使你用信贷，也难以拉高整体的投资部位。相信我们已经说明得很清楚。我们做个小结，本金小适合信贷，本金大适合股票质押、房屋增贷、正二等工具。看到这边，相信你应该了解信贷跟质押之间的优缺点了。对于本金小的年轻人来说，信贷是开启杠杆的合适选择。您可以从信贷开始，进而思考每月还款、现金流的控制等问题，学习好杠杆思维，对每个人的投资人生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最后，曼大来帮您重点回顾：第一，美债请耐心持有；第二，本小可善用信贷；第三，本大可善用质押。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，只要您准备好了，机会一来临，您就可以果断的上车。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内容了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再来讨论。谢谢，下期见。